如果有一天，中国人醒来发现一个惊人的数字，70%的年轻人明确拒绝结婚，没有再等几年，没有经济压力太大，也不是暂时不考虑，而是一个彻底的、深刻的、结构性的选择。我就是不想结婚，也不打算改变。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？中国的人口、经济、文化、家庭结构会迎来怎样的重塑？而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纽带的文明，又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？今天，我们就从一个未来的清晨开始，走进这个巨变中的中国。2038年，一座中等规模的中国城市，清晨7点，地铁站依旧拥挤，但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细节：推婴儿车的人变少了，幼儿园门口的车流量减少一半，而城市另一端的宠物医院却排起了长队。咖啡馆在早上8点半就满座，但儿童用品店却倒得越来越多。在社交媒体上，婚姻没必要论，人生不需要家庭就能完美的视频不断登上热搜，而各地民政局门口显得空荡冷清，像是被人遗忘的角落。统计局公布了一项震撼全国的数据，70%的年轻人明确表示不会结婚，也不打算生育。这不是情绪化的表达，而是社会的主流真实态度。一个时代正在悄无声息地转向。为什么年轻人不再相信婚姻？在过去几十年里，中国年轻人经历了太多现实冲击：房价的高企，职场的激烈竞争，教育成本的飙升，社会阶层的固化。他们发现，结婚不再是幸福的起点，而更像是一场沉重的社会任务。他们问自己：我努力一辈子，是在追求幸福，还是在偿还生活的成本？为什么婚姻不像爱情，而像项目管理？如果未来不稳定，为什么要冒险绑定整个人生？于是，一个又一个年轻人选择把未来留在自己手里。自由、可控、不婚不育变成了时代的新标签。当70%的年轻人集体拒婚，不只是结不结婚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开始松动。大城市最先受到冲击，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从家庭型转向单身型，开发商不再建大户型，而是建迷你公寓、长租公寓、共享生活社区。城市规划者不得不重新设计道路、住房、公共服务体系，因为原来的家庭中心社会正在瓦解。婚庆行业成了最先倒下的一批企业，花店、婚纱摄影、宴会厅、酒店的婚宴业务，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几乎10年内土崩瓦解。教育行业也跟着发生巨变，幼儿园大面积关闭，教师转岗，小学班级数量减少，而大学专业开始大幅调整，育儿、教育学相关岗位缩减， AI 与护理类专业迅速扩张。整个社会像是被抽走了一根关键的主梁——家庭。当拒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，生育率不可避免地急速下降，人口跌幅比现在更剧烈。中国进入史上最陡峭的人口断崖期。10年后，中国将出现大量超老城市，县城里老人像潮水一样涌出，而年轻人寥寥无几。医院的候诊区被轮椅塞满，养老院排队时间长达10年。面对人口骤降，国家不得不做出历史性的选择：全面开放移民，自动化覆盖社会运行，退休年龄不断后延，整个社会进入无年轻人时代。而新一代长大后会发现，他们在城市里几乎看不到儿童，学校合并，教室闲置，体育场空荡，一个国家的生命气息被悄悄调低了音量。在中国，家庭曾是消费的核心动力，但当多数人拒绝婚育后，中国的消费结构全面变形。奶粉、尿布、儿童服装不再是核心商品，
取而代之的是单身经济、娱乐经济、宠物经济、AA 伴侣、虚拟社交、精神疗愈产业。年轻人不再为家庭购置房车，而是花钱在游戏、旅行、个人提升、兴趣课程、健身、美妆、电子设备。自我价值消费超过家庭价值消费。资本开始追逐新的市场， AI 陪伴、虚拟伴侣、情感陪聊、心理健康、沉浸式娱乐。在经济层面，中国进入一种奇特的繁荣，人口下降，但单人消费大幅上升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景象。当 70% 的年轻人拒绝婚姻，中国社会将迎来一种全新的家庭观念，传统家庭不再是绝对主流，取而代之的是朋友合租的伙伴家庭、单人长期生活的个人家庭、宠物替代孩子的情感家庭、靠虚拟角色满足陪伴感的数字家庭。人们不再从婚姻获得归属感，而是从同好、兴趣、小圈子、线上社群、虚拟世界中获得连接。情感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流动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孤独问题也变得更加显著，心理咨询需求飙升，情绪支持成为刚需。社会不得不建立新的公共系统，为那些没有家庭支持的人提供保障。整个文化层面，中国从一个以家为核心的文明，向个人主义文明转变，这是5000年中国文明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。面对 70% 的拒婚率，中国将不得不进行制度性重构，民政、教育、财政、城市规划、税务体系，所有以家庭为基础设计的制度都必须被重新定义。政府可能会推出极具冲击力的改革，开放移民，全社会无人化自动化，巨额育儿补贴，公立托育体系全面接管养育成本，单身税或反向结婚奖励税制，提高养老金标准以适应无子女家庭。制度将被迫适应新现实，而不是试图挽回旧秩序。有人会说，拒绝婚育是社会的衰退，是文明走向尽头的迹象。也有人认为这是进步，是个人自由的觉醒，是从传统束缚中跳脱而出的解放。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以家庭为核心，今天却首次面临一个没有传统家庭的未来，这是文明的断裂，也是文明的重塑。如果未来中国真的有 70% 的年轻人拒绝结婚，我们看到的将不是婚姻制度的衰落，而是人类文明在一次深刻而复杂的选择中，重新定义幸福、责任、自由和未来。家庭不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，个人成为文明的中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这样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时代，你的幸福会变得更容易，还是更难？你认为未来中国的婚姻制度还有可能重新崛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。